你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？有些关系明明已经结束得很清楚了，你反而能慢慢放下。可有些关系既没有正式开始，也没有正式结束，对方没有明确说喜欢你，也没有彻底拒绝你。有时候靠近，有时候疏远，有时候让你觉得他是不是也在意我，过2天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偏偏就是这种关系最容易让人反复想。你可能已经离开很久了，生活也早就继续往前走，可偶尔想起来，脑子里还是会冒出一句：如果当时……为什么越是不确定的关系，反而越让人放不下？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人并不只是舍不得那个人，我们更容易舍不得那个没有得到答案的故事。先想一个很简单的场景，如果一个人非常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们以后也不会在一起，当然会难过，但难过归难过，这件事至少有了结论，你的大脑会很痛苦地接受一个事实，这条路走不通。可如果对方说的是，我现在不知道，以后再说吧，其实我也很在乎你，但是……或者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某些时候对你特别好，在另一些时候又突然冷下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因为也许出现了，而很多时候也许比不可能更折磨人。只要还有一点点可能性，大脑就很难真正把这件事归档。这有点像我们看一部电视剧，一个角色已经明确下线，你可能难受几天，也就慢慢接受了。但如果编剧一直不给答案，他到底死没死，以后还会不会回来，镜头里又故意留一点暗示，你是不是反而会一直惦记？关系也是一样，人脑其实很讨厌没有完成的东西，一件已经结束的事情，哪怕结局不好，也比一个永远停在半路上的故事更容易处理。所以有时候你以为自己还爱得特别深，其实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只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没有句号。第二个原因是不确定会让偶尔得到的回应变得特别珍贵。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对你好，你很快就会习惯，今天发消息，明天也发，今天牵你的手，明天还是牵，慢慢的这些东西会变成关系里的日常。可是如果一个人平时忽冷忽热呢，他3天没理你，第4天突然来找你，你本来已经有点失望了，他突然说一句，刚才看到一个东西，想到你了，你的情绪可能一下就上去了。这句话本身其实很普通，但因为前面经历了等待，它的分量被放大了。就像一个机器，如果你每按一次按钮都掉一颗糖，很快就没什么刺激了。可如果有时候掉，有时候不掉，你反而会不停地想，下一次会不会有？所以一段关系里最让人上瘾的，有时候并不是持续的甜蜜，而是偶尔给你一点甜，今天靠近，明天撤退，你刚决定算了，对方又回来，这种节奏特别容易让人形成期待。你放不下的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人，还有那种下一次是不是就不一样了。第三个原因，我觉得更有意思，关系越不确定，我们越容易把自己的想象放进去。如果两个人真的谈了很多年，你会知道对方真实是什么样子，他会生气，会犯懒，会有缺点，会和你争吵，爱情会从想象慢慢变成生活。可一段没有真正走到底的关系，往往没有机会被现实彻底检验，于是你脑子里会留下很多空白，而人特别擅长给空白填内容。如果我们当时真的在一起，可能会很好。如果他那个时候没有离开呢？其实他也许是喜欢我的，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说。注意，这些话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，他们永远没办法被证明，也很难被推翻，因为事情没有发生，没发生过的生活永远可以很完美。现实中的一段关系，最终要面对柴米油盐、性格差异、时间、距离和各种麻烦。但想象里的关系不用，它永远停在最漂亮的那个版本。所以有些人真正放不下的，可能不是过去那个人，而是那个本来有可能发生的人生。还有一个原因很容易被忽略，就是我们会反复寻找意义。如果一段关系非常明确，相爱、交往，后来因为某个原因分手，这个故事至少是说得通的。可是那些模糊的关系
常常会让人一直复盘。他那天为什么突然牵我的手？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对我没感觉，为什么又会那样？如果他真的喜欢我，为什么最后又什么都没做？于是很多年以后，你可能已经不再想和这个人在一起了，却还是会偶尔分析当年的细节。这时候你寻找的甚至已经不完全是爱情了，你是在寻找一个解释。因为我们很难接受，有些关系可能根本就没有一个足够漂亮、足够完整的答案。也许他当时确实喜欢你一点，也许又没有喜欢到愿意改变生活，也许他自己也不知道，甚至可能那段关系对他和对你本来就不是同一种东西。可是他也不知道，偏偏是最让人难受的答案，因为他不能帮你把故事整理得整整齐齐。所以，到底怎么才能放下一段不确定的关系？我觉得真正的转折点往往不是终于弄清楚他当年到底爱不爱我，而是有一天你突然不再需要这个答案了，你开始接受他可能喜欢过，也可能没有，他可能遗憾，也可能早就忘了，但这些已经不会改变今天的生活。有些故事不是因为找到了正确答案才结束，而是因为你终于允许它没有答案。所以，如果你曾经很多年都放不下一段没有真正开始，也没有真正结束的关系，也许不用急着证明自己是不是爱得特别深。你可以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：我放不下的到底是这个人，还是那个一直没有结局的如果？也许真正困住我们的，从来都不是过去，而是那个没有发生过，却被我们想象了很多年的未来。